最近 A 股和港股大跌，一种叫做雪球的产品被部分看作罪魁祸首。这是国内金融机构和财富管理公司针对高净值客户从2021年开始推出的一种结构化产品。结构化呢是一个好听的名词，本质就是对赌协议。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雪球产品。假设签署雪球合同时，中证500指数为5700点，合同呢会设置一个略高于5700点的敲出价格，比如6000点，同时设置一个敲入价格，比如5000点。合同呢还会设置一个年化收益率，比如20%，合同有效期1年。我们来考虑 A、B、C、D 4种情况。A， 假设1年内中证指数都在敲入、敲出价格之间波动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以拿回全部本金和20%的利息。B， 假设3个月后中证指数超过敲出价6000点，合同结束，投资者呢拿回本金，获得3个月对应的利息，也就是5%。C， 假设3个月后中证指数呢低于5000点敲入价，但6个月后中证指数6010点高出敲出价，合同同样结束，拿回本金，获得6个月对应的利息10%。D， 假设呢先触发敲入价，一直到合同结束时也没有被敲出，那么本金收益就与中证指数表现挂钩，不能获得20%的利息。比如1年后指数为5900点，那么本金收益呢就相当于从5700点涨到5900点。如果指数跌到4500点呢，本金就要承担从5700点跌到4500点的损失。大家看完后，大脑的直觉肯定是这个产品太好了，利率呢远远高于银行，大部分场景呢都会赚钱。但是如果大脑再想想，金融机构凭啥做亏本买卖呢？金融机构早就根据中证500指数的历史规律计算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款，而且呢可以采取对冲的方法保证自己的利益。前面说了，这类结构化产品都是对赌协议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投资者盈利有限，但亏损呢可以无限。投资者希望获得20%的利率，可能性很低。当指数下跌，投资者亏损时，金融机构呢可以通过期货或者期权做空指数来获利，但是这种对冲行为呢也会加剧指数的下跌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把近期指数的下跌怪到卖雪球的金融机构身上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指数一开始的下跌还是经济下行、多头卖出造成的。2021年开始，许多人咨询我雪球产品值不值得买，我都会告诉他们香港2007到2008年的故事。当时香港金融机构推出一种叫做 Accumulator 的产品，先针对个股设定一个折扣买入价和一个敲出价。比如市价100元的股票，可以90元按约定数量买入，按市价卖出。如果价格涨到105元，敲出，合同结束。但是，一旦股价跌破90元，仍然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数量，在有效期以90元不断买入。如果一开始给的折扣越高，后面必须买入的数量就更多。很明显，这种产品投资者的收益有限，亏损无限。最特别的是这种产品绝对不能卖给美国人，主要卖给了香港和内地的富人。结果呢，在2007年的牛市里这类产品呢卖疯了，销售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。但是到2008年，投资者不但把之前赚的钱赔掉，而且许多人赔到倾家荡产。比如当时港交所的主席都要卖车卖房赔钱给投行。遭遇亏损的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影视明星、达官贵人，大家可以关注后私信我问他们的名字。这种产品的名字叫做 Accumulator， 本意呢是可以以折扣价不断积累股票，按市价卖出。这个和雪球产品对应的雪球越滚越大是类似的意思。但是当投资者巨额亏损时大家都说原来 Accumulator 的发音类似 IQU-later， 就是本质。现在大家应该完全明白，雪球呢就是 Accumulator 的变种，收益有限，但亏损可以无限大。最后还要告诉大家，这类产品只卖给高净值人群，只要签约呢就假定投资者完全理解风险，亏损时呢不能要求赔偿。结果整个香港无人提起诉讼，只有3位内地投资者向香港法院提出控诉，但全部败诉。Accumulator 事件发生后当时任教长江商学院的黄明教授发现，这类产品的结构设计使得在签约的时候对于投资者就是不公平的。
从统计意义上说，投资者签约时就已经亏钱了。他把这种产品叫做金融鸦片。香港监管机构不应该准许这类产品销售，但大家肯定都无法想象的是金融危机过后，这类产品的变种在香港私人银行继续销售。一位香港监管机构的高官曾经到香港大学，把这类产品宣传为金融创新。我作为金融系教授，当场指出这类产品实为金融鸦片，对投资者不公平。这位官员呢还说，投资者风险自担。相对于 accumulator 雪球呢，还是要相对风险小一些。市场上呢也有一些雪球的变种，风险更小。总之呢，金融理财需要专业的投资顾问帮助大家去避开各种地雷。大家点点关注就可以持续获得财经知识，也期待您的转发。咱们下期见。